力相对来说比较短，就是离你的拍面上稍微的矮一些的，这个统称为正胶。那么比正胶稍微再长一点点的，统称为生胶，啊。那么比生胶再长一点点的，就是统称为长胶啊，就是我们所谓那么正胶、长胶、生胶，它们三个的区别和它们的特点是什么？首先啊，正胶颗粒打法的第一，它对于这种旋转，它不是很吃旋转，所有的颗粒对于反胶来说都是比反胶要好一点。像反胶基本上遇到什么旋转就是什么旋转，但是颗粒它基本上能抵消一部分旋转。因为旋转到它的颗粒上面呢，它通过这种撞击颗粒向左、向右、向上、向下倒，所以它会抵消一些的旋转，但它也不是完全不吃旋转的。好，那么颗粒的特点，第一就是它不是很容易吃旋转啊，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优势的。第二呢，它打过去的球呢，旋转度呢很让我们反胶难以去调整。比如说长胶它是相反旋转，生胶呢越打越沉，正胶速度快又沉，所以它会给我们反胶在击打过程中制造出一定的压力。那么颗粒的第三特点是什么？我觉得第三特点是它非常的怪，就是在关键分上，只要颗粒能维持个1、2次啊，维持个1、2板的话，那么对手的这种打球压力也是非常大的。因为在关键比分上，我们的这个反胶一旦摩擦不上，一旦不敢出手切手的话，那么颗粒过来的球对于我们来说难度也是非常大的。所以呢，颗粒的三大特点，我觉得第一是它不吃旋转啊，它对旋转性还是有一定的抵消作用。第二呢，就是颗粒呢相对来说它打起来呢，让我们感觉到它非常的难掌握，对它的旋转呢都是有这种不同性的。然后第三呢，我觉得颗粒呢在关键分上它也是非常有用的，只要它能贴上台，只要它能防上台，其实对于反胶来说它的压力呢也是非常大的。那么我们来说一下颗粒的缺点是什么？第一，颗粒呢它不太稳定，因为它很少能够制造摩擦。像这种正胶和长胶和生胶啊，它们的旋转呢是无法像反胶一样，通过我们加强弧线、加强摩擦来做一个很稳定的上台率。那么对于颗粒来说，它对手感的要求就会比较大。对，它对手感的要求会比较多，就是你首先必须得有很好的手感，你才能保证颗粒经常上台，不然的话你打过去1板2板，其实对于高手来说是没有什么威胁的。那么颗粒相对于反胶来说没有那么稳定。第二呢，颗粒的旋转呢它是固化的，它是固定的。为什么我说专业打长胶会很好打？是因为这个过来的球啊，就是长胶过来的球它都是固定化的，比如说你搓过去，它只要拱它就是上旋，它只要磕它就是下旋，所以你不用动脑筋，你不用考虑像反胶一样它拉过来是转还是多转，对吧？它搓过来是多转，它是一个固定的旋转。那么生胶和正胶也是，它们过来的球都有一个特性，就是往下沉，相对来说它比较转啊，往下沉，所以它的旋转呢非常固定化啊，所以它旋转非常固定化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说第三个颗粒的一些这个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啊。第三点呢，颗粒总的来说，它的这个打法呢，它很受局限，比如说它要过度的发力。颗粒在过度发力上是非常容易失误的。那么颗粒打法一般都喜欢借力打法，比如说生胶啊，你像大表哥反手打球经常是以借力为主的，因为当他主动发力的时候，颗粒是很难去主动发力，还能掌握到非常好上台的一个方法。所以颗粒打法基本上都是以借力为主，很少去主动发力。所以它的威胁呢，沉是沉啊，转是转。但是呢，它慢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它非常的慢？对于反胶来说，我们是有很多的办法来能够去抵消它的这个沉和转的这种方式，因为它呢速度和旋转并不是很明显，无非就是沉和飘啊，无非就是有点这样的特点。好，那么这个可以说任何的打法，无论是这个反胶来说，还是生胶、正胶、长胶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。都有自己的优势，也有自己的缺点。那么我们总体来说还是要扬长避短。那么比如说我们在打颗粒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充分的发挥我们颗粒反胶的特点。
拉旋转，对吧？所有的颗粒，我可以跟大家说，所有的颗粒全部怕旋转，对不对？只要反胶拉出转的球，无论是你打正胶，你还是打生胶，你还是打长胶，其实对手都是害怕的。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如果你对方拉球非常转，对于颗粒来说是有一个很大的威胁。那如果对方拉的冲，其实对于颗粒来说还好。我觉得颗粒给个板型去挡、去防，这些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特别害怕的就是什么？对方拉球转啊，我贴不住，我一碰就出界，然后我自己按呢，我又存在失误，容易打滑。这种情况下是颗粒最害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从反胶着手，我们就得想到底颗粒怕什么，他们的问题在哪儿？那么我们就很好的能够解决颗粒的问题，对不对？